7月12号，外交部宣布对6家美国军工企业及5名高管实施反制，均与上月美国对台军售有关。这也是不到1个月的时间内，中方再次对美相关方进行制裁。近来，民进党当局不断在两岸关系上耍小动作。美国在台协会现任处长古立言与赖清德会面中，重申美方一中政策不变，但赖办的新闻稿中却将“一中”二字抹去。岛内舆论痛批，不仅体现了赖当局掩耳盗铃的心态，更是明目张胆欺骗岛内大众。12号，外交部宣布，美国近日再次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3个联合公报，严重干涉中国内政，严重损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规定，中方决定对6家美国军工企业及5名高管采取反制措施，冻结在我国境内的动产、不动产和其他各类财产，禁止我国境内的组织、个人与其本人进行有关交易、合作等活动，对其本人不予签发签证，不准入境，包括香港、澳门。6月18号，美国务院批准对台出售720套弹簧刀300无人机以及291套 Altius 600MV 反装甲无人机，总价值高达3.6亿美元。这是美国总统拜登任内第15次对台军售，也是6月第2次。台湾中央社指出，这次遭制裁的美军工公司与高管均与本轮对台军售有关。经深圳卫视记者梳理，今年以来，中方已4度宣布对美军工及个人实施反制措施，包括贝仪陆上和武器系统公司、联合技术系统运营公司、宇航环境公司、通用及洛克希德马丁等军工巨头。我们这次制裁的这个军工企业的名单，可能是未来美国对台军售这些主要的武器或者是一些采购方向。其实也是体现了，就我们这段时间也大家都是比较关注的，美国要求或者是迫使台湾当局所谓新的建军方向，那就是以后要打这种巷战，打这种无人作战。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话，其实美国现在在不断的加大对台湾的无人机、无人艇，这些非传统武器装备的出售。在美方撑腰打气下，赖清德当局近来花样频出，先是提出所谓“公庙染红”的说法，更误称妈祖等民间信仰是所谓统战工具，引起岛内民众强烈不满。紧接着7月10号，美国在台协会新任处长古立言在与赖清德会面中，当面重申一中政策，并强调这是美国长期以来坚持的原则。但外界注意到，在赖办发布的新闻稿中，“一中”2字却不见了，甚至还要求各大媒体撤下相关报道。对此，台湾中时新闻网指出，台当局领导人刻意将这些字眼消音，是不愿让民众了解过程和真相，不仅体现了掩耳盗铃的心态，更是明目张胆欺骗大众。消音的话，是不是此地无银300两？坐实了这个政府不愿意面对美国政府公开的宣言。长期以来，民进党给台湾社会留下的最大印象就是骗，并获封诈骗党的称号。赖清德也深知，在岛内搞台独根基不稳，渲染所谓美国支持台独的假象，便是其舆论攻势的一环。抹去美国支持一中的痕迹，无非是想继续欺骗、煽动广大台湾民众，扩大所谓支持台独的基础。但台湾民众不可能被区区几个台独分裂分子编造的谎言长期蒙蔽。台湾联合报的分析指出，赖清德刚上任，美国还在听其言观其行的阶段。美国在台协会以面对面划重点的方式，再次强调一中政策，无疑是提醒赖清德不要在台独的道路上冒进，也显示出对赖当局的不放心。鸵鸟心态，美国会因为你在新闻稿里面不写这一中，将来以后不再提一中政策吗？凸显出民进党掩耳盗铃。事实上，早在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之时，美国就对自称为务实台独工作者的赖清德表现出明显的不信任，依赖论一度甚嚣尘上。但从目前看，赖清德谋独动作愈演愈烈，不仅在就职演说中宣扬所谓台独自白，后又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中公然妄称所谓两岸互不隶属。对于赖当局的嚣张气焰，中国大陆上月底公布了依法惩治台独顽固分子的意见，包括22条定罪量刑新规。观察指，不同于以往的经济惩治以及公布台独顽固分子清单等方式，此次则是在刑事及司法等方面的规训惩治。民进党当局对此不断歪曲抹黑，故意将广大台湾同胞与极少数台独顽固分子混为一谈，企图混淆视听、谣言惑众，制造恐慌，裹挟广大民众为台独垫背。而美国国会众议院所谓台湾连线的2党领袖于7月12号发表联合声明，妄称此举是对地区和平稳定的重大威胁。激起他们这么强的反应，其实正说明我们是打到了他的痛点。美国这些年来，尤其是国会参政两院，是存在了一大批的非常顽固的亲台势力的。
也就是说，美国和台湾当局也都意识到了，下一步如果继续在以美谋独，以武拒统这条道路上继续推进的话，大陆会采取相应的法律措施，对这些台独挑衅分子或者顽固分子进行严厉的法律层面的打击。12号，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回应称，民进党当局和一些台独政客慑于司法文件的巨大压力，恶意制造信息茧房，故意将广大台湾同胞与极少数台独顽固分子混为一谈，企图通过抹黑司法文件煽动两岸对立，阻碍两岸交流，拉广大民众为台独垫背，严重侵害广大台湾同胞正当权益。事实证明，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台湾同胞看穿看透了民进党当局的险恶用心，不受欺骗、裹挟、恐吓，以各种方式明确表示不愿背台独，以实际行动与台独顽固分子划清界限。近期两岸各领域交流精彩纷呈，高潮迭起，是对民进党当局抹黑污蔑的最有力回击。陈斌华还强调，这份司法文件严格依法制定，惩治对象精准，不针对，不涉及广大台湾同胞。台湾任何政党、团体、人员，只要不分裂国家，只要认同两岸都是中国人、一家人，与大陆交流交往都不存在障碍。对于那些曾经误入台独歧途，但立场已经发生明显积极转变的人员，只要不再实施台独分裂活动，切实采取措施减轻、消除危害后果，可以依法不追究部分甚至全部刑事责任。其实赖清德当局应该说也是希望通过这种炒作、这种扭曲的这种解释，来让台湾老百姓对大陆产生这种担心、害怕甚至恐惧的这种心理，来以此可以为他们的这种谋独挑衅的行径去提供所谓的，或者是形成一种所谓的政治和社会的基础。我们看到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长古立言在会见赖清德的时候，着重提到美国的一中政策，但是赖清德当局在对外发新闻稿的时候，却刻意将其删除了。您对此如何看？我相信大家应该知道，美国的一中政策跟中国的一中原则还是有着重大而本质性区别的。中国的一中原则强调的是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而美国的建交对象虽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但是它的一中政策却对两岸谁才代表中国保持模糊态度，也就是类似于某些蓝营人士所理解的九二共识。不过尽管如此，它仍然是美国处理中美关系与台海局势的政治基石与灵魂。假如连一中政策都没有了，那中美关系与台海局势的根基将不复存在，整个局面就会地动山摇。那么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美国的一中政策是众所周知的常识，所以此前两任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郦英杰和孙小雅在上任之初拜会时任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的时候，并没有提到美国的一中政策。但是美国新任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古立言在会见赖清德的时候，不仅对此进行了突出强调，也就是重申了基于《台湾关系法》、中美3个联合公报和对台6项保证为指导的一中政策，而且在事后还原原本本地写进了 AIT 的新闻稿中。那么很显然，古立言专门为赖清德开小灶，特别强调了美国的一中政策，是出于对赖清德的不信任，甚至是出于对赖清德的两岸路线的不满，所以要以这样一种方式进行特别的提醒与敲打。而赖清德当局在新闻稿中故意漏掉这一关键而本质性的内容，这是向美方发出了不认同与不接受的信号。另外还有一点非常有意思的是，在这件事情的处理上，赖清德当局不仅杠上了美国，而且杠上了岛内的蓝营媒体。赖清德当局以如此手法处理新闻稿，也就是完全不顾新闻的客观性与公正性，仅仅是以功利主义与机会主义为准则来处理新闻，凡事都要为我所用，对我有利的我就报道，对我不利的我就屏蔽。按理来说，在被媒体揭发之后，本应该感到羞愧，并且深刻反省。然而赖清德当局却恼羞成怒，反而指责岛内的蓝营媒体在造谣和恶意污蔑。我认为这样一种敢做却不敢当的人格与政治性格，就显得相当的猥琐了。那赖清德当局在对外发新闻稿时对古立言言论的屏蔽行为，对于美台关系来讲，又意味着什么呢？
我认为从这件事情当中，我们至少可以解读出3重政治信号。第一重是，我在前面讲过了，美国的一中政策是其处理中美关系与台海局势的政治基石与灵魂。而赖清德刚一上台，就在520就职演说中发表了两岸互不隶属的所谓新两国论。因此这是古立言刻意对赖清德强调美国的一中政策，而赖清德却故意屏蔽这一重要的信息不报道，实际上也就意味着赖清德的新两国论已经杠上了美国的一中政策。第二，我们知道，美国之所以反复强调和坚持其一中政策，其根本性的目的还不是为了所谓的维护台海现状与台海和平，而是要服务于其自身的国家利益与国家战略，或者说得更直白一点，是要利用台湾这个意识形态的桥头堡，来跟中国大陆打一场意识形态的新冷战。而赖清德的新两国论本质上是要搞台独，是为了其自身以及民进党的政治利益，而不是为了配合美国的意识形态新冷战。这也就意味着美国跟赖清德当局已经在根本的利益与战略目标上也产生了尖锐的对立与冲突。第三，众所周知，赖清德的新两国论并不是什么新东西，它的版权实际上是属于蔡英文的。然而即使如此，蔡英文在具体做法上还是相对克制与隐晦的，不会也不敢跟美国正面对撞。然而赖清德这个台独孙子却是初生牛犊不怕虎，不仅一上来就跟大陆对撞上了，而且还跟美国杠上了。我认为此事非同小可，是属于中美关系与台海局势的大是大非问题。拜登政府一再反复强调自己支持台海和平稳定，反对单方面改变现状，不支持台独。那么现在赖清德主动站出来公然搞台独，挑战两岸现状与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甚至是公开跟美国的一中政策叫板了。接下来就看美国能否约束住大闹天宫的赖清德，以及拿出什么样的行动来管理和教训赖清德了。美国众议院议长约翰逊在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发表演说时，针对中国大放厥词，甚至扬言将在本届国会剩余会期内动用一切手段对抗中国。您对此又是如何评论？其实仔细研读了一下刚刚公布的共和党新党纲与北约峰会宣言，还有约翰逊在哈德逊研究所发表的这份演说，我发现和总结出来了这么几个让人感到不安的政治信号。第一个是，过去这些年来，即使是在俄乌冲突爆发之后，美国仍然罔顾眼前活生生的事实，将中国列为了最严峻的竞争对手，而且是最大的威胁。而刚刚发表的北约75周年峰会宣言，却是将俄罗斯列为了最大威胁。这显然是广大欧洲国家所坚持的结果。这个也就意味着，在北约峰会的宣言中，美国为了不破坏北约的团结，选择了暂时迁就北约。第二，美国不仅罔顾基本事实，将中国列为了最大的威胁，而且虽然美国国内在很多内政与外交问题上都争吵得不可开交，尿不到一个壶里，但是在对待中国的态度与政策上，却是国会与白宫、民主与共和两党罕见地保持了一致。然而在对待俄罗斯的问题上，美国的民主与共和两党却出现了相当大的分歧，甚至是出现了要分道扬镳的迹象。也就是跟民主党既反华也反俄不同，共和党内却是有一大批人只反华不反俄，甚至是出现了一个强大的亲俄派。然而在共和党的亲俄派当中，正在参选下一任总统并且当选几率越来越大的特朗普，这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和带头人。特朗普不仅反对美国军援乌克兰，扬言当选后第一件事情就是要让乌克兰割地求和，而且特朗普在前一个任期内一直在极力推动其联俄抗华的战略。那么综合这三重政治信号，我们得出了一个不好的预感，就是一旦共和党与特朗普上台，中美俄三角关系极有可能会再度出现重大的结构性调整，也就是美俄关系可能会出现缓和。
我认为这一未来可能的动向，值得有关各方高度关注，甚至是保持高度的警惕，并且未雨绸缪，采取积极的措施来应变。